我救了太子后后悔了，因为素来高傲的他突然变得小鸟依人，还缠着我要以身相许。拜托，我把你当兄弟，你居然要我给你生孩子？我和太子圣骑从小不对付，他傲气凌人，我莽撞刁蛮，天生相看两厌。但他被一路追杀，团团围堵时，却是我恰好路过就吓了他。皇上病重，眼看大权旁落，几个皇子都坐不住了，联合起来想要圣骑的命。我提着长刀把圣骑护在身后，彼时他已经浑身是血，但依然眉目锋利。把人交出来，你们今天跑不掉了。为首的是二皇子，平时好色嚣张，此时仗着自己年长，便作威作福。我见不惯他这副作态，没可能。想要圣骑的命，今天就必须从我唐娇婉的尸体上踏过去。话音刚落，身后突然一声闷咳，圣骑的嗓音哑得没边儿。姑不需要你的怜悯。圣骑死到临头还嘴硬，我平素最烦的就是他这不肯低头的样子。我皱眉回头，闭嘴，有命回去再跟我说这些。说话的功夫，我们再次被团团围住，刀光剑影中，我和圣骑被逼得连连后退，援军没有，士卫死绝，而敌军又人多势众，我们无疑处在极端的劣势。再往后退，身后已经是万丈悬崖，行差踏错，便连一具全尸都保不住。我自幼在将门长大，见惯尸横遍野，也死里逃生过。然而这一次，我却没把握了。二皇子步步紧逼，我只要圣骑的命。唐娇婉，你最好识相，我还能饶你一命。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圣骑突然开口，唐娇婉，这一切跟你没关系，你走吧。我反手摁住他的嘴，啰嗦，今日要么同生，要么同死，我唐娇婉绝不苟活。圣骑甚至没来得及反驳我，只见他瞳孔骤缩，下一秒我被他整个揽在怀里抱住，他带着我后退一步，然后失重悬空。我愣愣的仰面朝上，却见原来站着的地方铺天盖地是利剑，进退两难。圣骑选择坠崖，我的声音被风声吹散。圣骑，谁允许你擅自做主的？我的命不是命吗？圣骑始终牢牢地抱着我，他身形宽大颀长，把我包裹得紧密。在半空中，我们被一棵树拦了下，圣骑被撞得发出一声痛苦的闷哼，紧跟着是急速下坠，连续不断的碰撞，我的口腔都被冷冽的风灌满，睁不开双眼，失重不安，然后在巨大的疼痛中丧失知觉。在睁开眼时，我的意识有几秒钟都是涣散不清的，周围漆黑一片，伸手不见五指，疼痛席卷全身，我费力地支起身子，嗓子干得快要冒烟。圣骑，回应我的是林间猎猎呼啸的夜风。我只好伸手摸索，却猝然摸到一大片湿润黏腻的东西。我凑近闻了闻，是血。圣骑，我大惊失色地扑过去，生怕他就这样死了。旁边是一大块岩石，圣骑的头无疑磕在上面，止不住地往外流血。我叫了他很多遍，却始终得不到回应，只好惶恐地去探他的鼻息，好在还有气儿。我一直在叫他，怕他晕死过去，也给自己壮胆。到了后半夜，林间突然簌簌作响，有人来了。我心头一跳，俯下身子，屏息抱住圣骑，暗暗地观察来人是谁。夜色里，我咬牙凝视，只见前方走出一个高大的身影，背着弯弓，脚步老练谨慎。我一动不敢动，汗水顺着流进眼里。谁知这时，我抱在怀里的圣骑突然动了，他回光返照似的挣扎一下，然后我整个人被他摁到身下。什么人？我心凉半截，还是被发现了。圣骑动了那么一下之后，又如死尸一般压着我。那个高大的身影循声走近，我终于得以看清他的身份，应该是这山上的猎户。我顿时松了一口气，紧跟着也晕了过去。喂，醒醒，醒醒！我的脸被人拍得有点疼，只好费力地睁开眼。火光晃得我头晕，眼前是个穿着破旧布衣的妇人，看起来脾气不太好，但并不是坏人。你终于醒了，把药喝了吧。他递给我一碗黑乎乎看起来就难以下咽的汤药。我皱眉瞥了一眼，跟我一起的那个人呢？还活着吗？一时半会儿死不了。闻言，我心里突然有些不好的预感，于是抬手就把那碗药灌进嘴里，急匆匆地掀起被子下床。他在哪？我要见他。妇人见我如此神色慌张，一时间目光有些飘忽不定。他身上伤势严重，我丈夫去给他请郎中了。你再等一会儿。我顿了下，心里的不安越发强烈，再也不管妇人的阻拦，猛地冲出房间，在不大的院子里翻遍了所有的屋子，才在最后一个偏房找到了圣骑。他浑身上下都裹着纱布，额头上的血窟窿流出来的血已经染红了棉布。圣骑，圣骑，快起来，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儿。此时妇人已经堵在门口，她现在伤势惨重，你们还是留在这儿养伤吧。
我丈夫很快就会回来了。盛琦昏迷得很严重，伤口也被处理得很潦草。我冷冷地回看了那妇人一眼，你们救了我们，我很感激，但是如果我和他今天在这里丧命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妇人被吓得往后退了一步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我勾唇冷吃，不再理会他，一心一意想要赶紧把盛琦从床上拉起来，哪怕是我把他背出去拖走，我也不能留在这里坐以待毙。谁知道那个猎户会带回来什么人？我扛着盛琦的胳膊，想要把他从床上扶起来，结果男人实在太重，我多少有些吃力。盛琦，这回你可欠我的大人情。我一边用力一边小声的嘀咕。突然身上的人动了下，盛琦半睁开眼睛，精神怏怏的看着我，眼里却是茫然。他嗓音干哑，你是谁？我顿时愣在原地，半天反应不过来。喂，盛琦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跟我开这种幼稚的玩笑？盛琦的眉头皱得很紧，我真的不认识你。这下连那个妇人看向我的目光都变得不对劲了。他狐疑地问，你们真的是一起的吗？我深吸一口气，感觉整个人有点气急攻心，更不明白盛琦这是在玩什么把戏。当然是一起的，要不然能伤得这么整整齐齐。我不管3七21，决定先把盛琦给弄走再说。凭我的直觉，此地实在不宜久留。好在盛琦虽然醒过来，但看上去神志并不是很清明，任由我带着他往外走。妇人几度想要阻拦，都被我手里的长刀吓退。毕竟我虽然受了伤，但要了他的命还是轻而易举。我带着盛琦跌跌撞撞走了很远，约莫半个时辰之后，突然听见林子里传来震天响的马蹄声。我攀到树上远眺，果不其然，正是二皇子那群人带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朝猎户家去了。那个猎户根本就不是去找郎中，而是通过我们身上的衣着发现我们不是普通人，直接去通风报信，想要捞一笔银子。那个妇人更是心虚至极。事已至此，二皇子他们肯定很快就会发现我和盛琦已经逃走了，追上来是迟早的事。我拽着盛琦越走越快，身上的伤口扯得疼，但已经无暇顾及。盛琦更是浑身的伤口都开始往外冒血，尤其是额头上，血液都顺着往下流。我束手无策，只好安抚他，你再忍一忍，等我们找到了能躲藏的地方，我就给你处理伤口。盛琦的目光直勾勾地盯着我，你是好人。他突然如此认定我的身份，我一边急匆匆地找路走，一边又感到好笑。盛琦，你在跟我装失忆，怕我以后拿这份恩情要挟你，不至于这么胆小怕事吧？盛琦不则踉跄地跟在我身后，没胆小怕事。闻言，我突然觉得有些不对劲，转身皱着眉头看向他。盛琦，你不会真的撞到石头上，把脑子给撞傻了吧？你还记不记得自己是谁？我这才发现他的眼神少了凌厉和傲气，相反增添了一丝无辜的傻气。盛琦，你一直这么叫我。我狠狠地愣住。那你还记得自己的身份吗？盛琦摇了摇头。我近乎崩溃地看着他，本来逃亡就已经很累了，结果队友还失忆了，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。西边的天渐渐暗下来，夜幕降临之前，我终于找到了一个隐蔽的山洞。盛琦身上的伤势也严重到再不休息就要引起化脓溃烂的程度，我不敢再走。你还好吗？我小心翼翼地揭开纱布，里面的皮肤上全是被树枝和砾石划开的伤口，甚至血肉里还嵌着很多细小的沙粒，看上去就疼。盛琦的脸色有些白，但看向我的眼神无比真挚诚恳。不疼，你别难过。我心口一颤，又好气又好笑地对他，伤口在你身上，疼的又不是我有什么好难过的？那就好。盛琦失忆之后，不仅话变多了，人也变得像贴心小棉袄，我有点适应不了这样的转变。我给你清洗伤口，疼的话就跟我说。他点了点头，然而直到我处理完伤口，他都一声不吭，真能忍。我小声的嘀咕，盛琦却突然伸手摸了一下我的脸，我恍惚的愣住。你在干什么？他搓了一下手心，汗要迷进眼睛了，帮你擦掉。我没有来的感觉嗓子有点干，心跳也变得很快，磕磕巴巴地躲开他的视线，别做这些无用的事。盛琦身上新伤叠旧伤，到了后半夜，不出意料的开始发烧。我睡到半梦半醒，还要给他用湿手帕给他擦身体，一时间都顾不得男女授受不亲。盛琦也烧得有点糊涂，碰到我冰凉的手就想往上蹭，还把我的手往他身上摁。我被弄得有点恼羞成怒。盛琦，你是失忆了，不是失智，别跟我耍流氓行吗？他糊里糊涂地哼了声，娇娇。听清他在叫什么？我浑身发麻，连指尖都在发颤。没失忆之前的盛琦从来没这么叫过我，更别提失忆后我都没告诉他我姓甚名谁，他怎么会突然喊出这2个字？我和盛琦在山洞里将就着睡了一夜。
第二天他一醒过来，我往他脸上抹了一把泥，又把山里摘来的野果子、打来的野物囫囵地往他嘴里塞。记住，一旦有人问，就说我是你阿娘。我被他昨夜那句意味不明又有些亲昵过头的称呼弄得有些后怕，干脆一了百了误导他。盛琦皱眉，阿娘，我哄小孩似的。对，只要你这么说，别人就不会伤害我们了。盛琦立刻不疑有他。好，阿娘。他失忆后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变得很纯真，跟以往那个冷傲的太子全然不同。我被他这一声阿娘叫得心间发颤。盛琦急需养伤，我便负责照顾两个人的吃食。虽然从悬崖上摔下来时，我被他护在怀里，但总归身上还是有些不舒服。我困顿又疲倦地窝在背光的地方想睡觉，突然身边窸窸窣窣一阵响，等我回过头去看，身上就被盖了一件衣服。盛琦坦然地面对着我，伸手把我抱进怀里。我愣了一瞬，你做什么？盛琦抱着我，声音放得很轻，地上凉，这样睡暖和。我呼吸一滞，想要挣脱他，却反被男人抱得更紧。睡吧，阿娘。他一这样叫我，我顿时心虚无力，便任由他去了。不过盛琦的怀抱确实很温暖，没过多久我就沉沉地睡过去。次日，阳光暖洋洋地照进山洞，我一睁开眼就看见了盛琦那张毫无防备的脸，一如既往的俊朗。你干嘛？他从身后掏出了很多野果子，还有已经烤好的兔子肉。阿娘吃。我默了默，被烤肉的香味诱惑的嘴馋。这全都是你去弄来的，你就不怕被别人发现没命回来吗？盛琦摇头，伸手探了下我的肚子。你饿了，需要吃东西。我有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，确实从昨夜开始，我的肚子就没出息的咕咕叫。我就着盛琦带回来的果子和兔子肉饱餐一顿，忍不住天马行空的想，要是盛琦一直失忆也不错，至少不会对我冷嘲热讽的。想到这，我又回忆起从前跟盛琦之间的不痛快。那时举办了一场春猎，我作为将门之女，自然当仁不让，与同龄的王孙公子共同竞技。谁成想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，我所有看中的猎物都被盛琦率先射中。一来二去，我发现他是故意的，于是气冲冲的去质问他：盛大太子，你要是对我有什么意见，可以摆在明面上说，背地里抢我的猎物算什么好汉？结果盛琦冷漠地瞥了我一眼，技不如人还找什么借口？自此之后，我俩彻底结下了梁子。后来还有一次，我在宫宴上跟他撞见，彼时我的兄长正带着我介绍给其他大臣，这是家妹娇娇，日后烦请多关照。我朝没有女子不能为将的繁文缛节，我哥这是在为我铺路，却不想被盛琦听见了。他负手走过来，面无表情地扔下一句：娇娇，人不如名。他这句话只给我听见了，我恨他恨得牙痒痒，往后每次见面互相冷嘲热讽都是少不了的。一想到从前盛琦对我那腰差劲，我却还不计前嫌地救下他，我就觉得自己格外大气。更何况现在的盛琦还失了忆，更是任由我欺负。我抬头瞧了眼盛琦，他正在生火，侧脸精致出尘。我一时起了歪心思，猛地凑过去亲了他一口。盛琦震惊地回头看着我，阿娘。我被这一句称呼差点弄得心梗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地抱着他的脑袋瞎糊弄。阿奇乖，阿娘对你好才亲你的。盛琦很老实地被我抱着，半天都没动静。然而我刚松开手，唇角就被人吻了一下。盛琦的眼神天真无邪，原来对人好就要亲一下。我以后是不是天天都可以亲阿娘？我瞠目结舌，哑口无言。我和盛琦在山洞里躲了数日，他额头上的伤口也开始结痂。我开始寻思着要赶紧出山，转移到安全的地方。盛琦自从失忆之后，言行都与从前判若两人，每日都会黏黏糊糊的来亲我一下，有时候甚至默不作声的抱着我不说话。若是被盛大太子知道他也有如此纯真烂漫的一面，不知道他会不会想要杀我灭口。我想了很久，决定趁着天刚亮的时候先出去探个路。阿奇，你自己留在山洞里，一定不要出去，我很快就会回来，到时候我们就一起离开这里，好吗？盛琦仰头看着我，阿娘去哪？我摸了下他的头，放心，我一定会带着你平安离开。盛琦不再追问，而是沉默了一瞬之后轻轻点了下头。临走前，我回头看了他一眼，不知为何，我的心里总是不安稳，好像隐隐要有大事发生似的。若是再不让盛琦回去主持大局，只怕这个天下都要被二皇子一党夺走了。想到这里，我更加归心似箭，小心翼翼地在林间探路。哒哒哒，不远处突然传来一阵马蹄声，声音越来越近。追！贴人来报，他们就躲在前面的山洞里，不用留活口。是二皇子的声音。我的心猛地一沉，盛琦有危险了。马蹄飞驰，我立刻转头往山洞的方向狂奔，并且开始后悔临走之前不应该让盛琦留在山洞里，不要出去。如果他出去摘果子，或许还能躲过一劫。我的心越来越乱，只顾着疯狂地往回跑。盛琦不能死，
他若是死了，这个王朝就要落到一群纨绔子弟的手里，百姓还谈何安生？我拼命地狂奔回去，果然看到山洞门口已经围了一群士兵。圣骑给我滚出来！二皇子的声音尖锐狠辣，我胆战心惊地躲在一边观察，发现圣骑一直躲在山洞里没出来，而且要进去捉拿他的士兵全都被他用尖利的棍子刺中。我心里一喜，开始庆幸自己前几日为了以防万一而做的一些奸谋，但这样毕竟不是长久之计。权衡之下，我咬唇做出了一个决定，趁着二皇子不注意，我迅疾地窜出去抽出一个士兵的剑，然后狠狠地朝他身下的马刺过去。马儿受惊，癫狂之下把二皇子从马上甩下来。救命！二皇子痛哭之际，我跑到山洞门口朝里面大喊：阿奇快出来，我来接你了。2秒之后，圣骑那张灰扑扑的脸出现在我面前，当下连我自己都没有发现我心跳的有多快，所有的想法都是要赶紧带着圣骑逃命。圣骑虽然失忆，但是武功还是在身上，我抽出一把长刀扔到他手里，圣骑便能挥刀击退数十人。阿奇，抢来一匹马，我们就能逃走。闻言，圣骑立刻手起刀落，骑在马上的人已经去见了阎罗。下一秒，我的腰就被圣骑抱住，他把我放到马上，然后猛地一个施力就利落地翻身上马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我们头也不回地往外策马狂奔，杀了他们！二皇子在身后声嘶力竭地怒吼。我跟圣骑骑着马穿林打叶，眼看着马上就要逃出去了，突然从林间射来一支箭，我惊慌地转头去看，圣骑却抬手捂住了我的眼睛。下一瞬，我只能听见男人的闷哼，还有利刃穿破血肉的声音。阿奇，马儿也受了惊，把我们从马上颠下来。与此同时，周围出现了一群严阵以待的侍卫，全都是二皇子的人。我的心猛地沉下去，圣骑一直把我护在怀里，替我挡住危机四伏。我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，四处看了眼，然后拽着圣骑的衣领，小声说：阿奇，东南方有条河，我们从水路走。圣骑垂眸看了我一眼，嗓子都哑了。好，话音落地，我们转身朝河边狂奔，身后的追兵应声而动，二皇子也追了上来，给我射箭，绝不能留下活口。我和圣骑跳进了河里，河水湍流不息，水里更是礁石密布。阿奇，阿奇，我们被冲下了一个陡坡，紧跟着我便感觉自己撞上了一个大石块，一阵撕裂的痛感之后，我毫无征兆地失去了知觉。阿奇，我昏睡了很久，做了一个无尽漫长的梦。梦醒后，我昏昏沉沉地睁开眼，床边站了一个男人，身形挺拔，长得和我的阿奇一模一样，但是他的眼神冷淡无情。我惨然一笑，圣大太子回来了，我的阿奇不见了。圣骑负手站在我的床前，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我。唐娇婉，你救了姑，有什么要求尽管提。我还有些回不过神，痴痴地盯着他。圣骑，你一点都不可爱了。圣骑深吸一口气，你骗姑叫你阿娘，那就是可爱。我睁大眼睛，有些愕然又有些好笑。对呀，我的阿奇全心全意地信赖着我，不像你，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圣骑捏紧了拳头，一副怒极的模样。我救了圣骑，皇上赏了我一块免死金牌。在我养伤的日子里，圣骑没有来看过我，他忙着跟二皇子明争暗斗，但我心里总是空落落的。自从回来之后，总是不可控制地想起在山洞里跟阿奇独处的时候，但圣骑应该恨不得把那段记忆毁掉吧。小半个月过去之后，我重新拿起长刀去兵营舞刀弄剑，我兄长却突然兴致勃勃地过来跟我说：娇娇，听说了吗？北边一直动乱不断的小国投降了，而且还送来公主和亲。我漫不经心地回头看他，不投降的话，对我朝攻陷是迟早的事儿，他们国君还算有点脑子。那个公主要嫁给哪位皇子？我哥咧着大嘴傻乐，嫁给太子，那进东宫做侧妃。闻言，我手里的长刀脱落，哐当一声掉在地上。我哥有些不解地看着我，你怎么了？我勉强勾唇笑了下，却掩饰不了内心的无措和失落。没事，我先回去了。我步子有些慌张，我哥还在身后没心没肺地大喊：别忘了，今晚皇上要我们去参加宫宴。我烦得要命，一边不想去，一边又隐隐期待看见那个人。宫宴上，我见到了那位来和亲的公主，穿着绮丽又有特色，任谁看了都会眼前一亮。圣骑坐在一边，面色很冷淡，但没有拒绝公主递来的水果。我看了一眼，平静地收回了目光。哥，我想先走了。我哥狐疑地瞥了我一眼。娇娇，你最近怎么奇奇怪怪的？以前不是最喜欢在这种场合说说笑笑，自从你死里逃生回来，怎么一直闷闷不乐？我抿唇，努力扬了一个笑。真没事，我回去休息休息就好。从宫宴出来之后，我在夜色里漫无目的地走，心事重得我郁闷烦躁。我知道圣骑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个阿奇了，可我还是想看见他。得知他要同别人和亲，就失意心伤。我苦笑了一下，虽然我自幼心思粗糙，
但我也知道我是对盛琦有了不该有的心思，我动心了。只不过那个人并不喜欢我，我低头有些失神，突然从旁边暗处伸出一只手，猛地拉住我的手腕，我心头一跳，转身就想抬手反击，结果却被来人狠狠地摁住，我被他抵到墙上，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，我顿时放弃了挣扎。盛琦的吻来势汹汹，我仰着头被迫接受，他从一开始的啃咬变成暧昧的亲吻，我逐渐有些动情，甚至抱住了他的脖子。阿奇，我不自觉地喊出这一句，盛琦的动作却突然停了。他抬起头，目光沉沉地看着我。唐娇婉，你还想让我叫你一声阿娘？盛琦的目光深邃复杂，我愣住了，心里一块地方发酸发胀。那你亲我干什么？我气不打一处来，我放下了抱着他的手，挣扎了一下想要推开他。我只给阿奇亲，你亲我干什么？我有些恼羞成怒，盛琦却反手摁住我，把我牢牢地锁在他的怀里。唐娇婉，我和阿奇对你来说差别就那么大吗？你能给他亲，我就不行。不行，我狠狠地推开他。阿奇会给我摘果子，打野物，抱着我睡觉，听我的话。你呢？你就只会冷眼旁观，高高在上，你比不上他分毫。我和盛琦不欢而散。几天之后，听我哥说，二皇子已经被成功拉下马，以意图谋反之名发配到边疆，一辈子不能踏入京城半步。我一直知道盛琦手段了得，如今他更是坐稳了储君的位置，这江山迟早是他的。我恢复了从前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，终日泡在练兵营里。但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那位远道而来的公主竟然主动提出要和我比赛射箭，盛琦更是陪同在她身侧。我舒尔笑了下，如果我不比会怎么样？公主笑意盈盈，素闻唐家女将军本事过人，让小女见识一下，也好了却一桩心愿。我把目光冷冷地投向盛琦，他却一脸无动于衷。好，那我就跟你比。这位公主虽然出身于北疆小国，但毕竟是个善战的国家，身手不凡。然而比起我来还是差了点。我坐在马上，100米外就一见正中靶心，而那位公主的技术也不过是勉强能看得过去的程度。我翻身下马，无趣地扔了手里的弓箭，胜负已分。我抬脚欲走，却陡然听见身后一声惊恐的呼救，转过头就见公主从马上掉下来，可惜没摔到地上。盛琦眼疾手快地接住了她，一男一女抱了个满怀，好一对璧人。晚上我喝了个酩酊大醉，白日里盛琦抱着那个公主的画面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重现。他是盛琦，我无数遍在心里提醒自己，然而却还是嫉妒，还是不舒服，还是心里酸酸的。盛琦登基在望，日后我和他就是君臣关系，我会成为女将，为他开疆拓土，恐怕再也不会有其他的可能性。然而盛琦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，我还是呆滞了。他从夜色里走来，穿着一身玄色长袍，翩然潇洒。这样绝色的人何该立于高处，受万人敬仰。盛琦抬手拿走我手里的酒杯，喝这么多酒，有什么烦心事？我仰头看着他，借着酒意非常坦诚地说，烦你。盛琦勾了下嘴角，烦我什么？我想阿奇了。盛琦神色一正，意味不明地垂头看我。下一秒，他的吻不由分说地袭上来，我任由他亲了一会，反应过来之后，狠狠地咬住他的下唇。混蛋，你和别的女人卿卿我我，不许再来碰我。我推开他，转身往屋子里跑，盛琦却伸手搂住我的腰，反手把我往他的怀里拉。吃醋了，我一口咬上他的胳膊。傻子才吃你的醋。盛琦忍着疼，眼里莫名染着笑意，然后开口叫了我一声娇娇。我心间颤了颤，你还是在意我对吗？我没有说话，但是却踮起脚直接吻了他。月色太美，若是明天盛琦还要找我要什么所谓的说法，我就说酒意上头，认错了人。至于当下，我只想服从自己的心，去拥抱，去亲吻，去占有眼前的人。他是盛琦，也是阿奇。盛琦把我打横抱起，踢开屋子的门，大步流星地走进去，然后俯身把我压在床上。男人低声凑到我耳边，娇娇，哪有什么别的女人，东宫的太子妃只为你留着，别人想都别想。我难耐地环住他的腰。阿奇。回应我的是盛琦越发汹涌的吻和他不断在我身上的肆虐。我和他共赴云雨，一夜旖旎。第二天醒来时，我窝在盛琦的怀里，他一只手横拦在我的腰间，占有欲十足。我眨眨眼，意识回炉，想赶紧起床躲开他，结果我刚动了一下就被盛琦摁住。乖，再睡会儿。他眯着眼睛低声说。我紧张的要命，呼吸都收敛着，不敢想为什么昨夜盛琦会出现，更不敢想一夜荒唐之后他清醒过来又会是什么冷漠的样子。我有些后怕，还是窸窸窣窣地爬起来穿衣服，男人的手臂却陡然揽住我。盛琦睁开眼，眸色深沉。阿娘，你这是打算睡完就跑？我心里咯噔一跳，
堪称惊恐的回过头，盛琦却一副风轻云淡的样子。怎么，你不就是希望我这么叫你阿娘？这样叫能让你想起来我是阿奇吗？我扑上去捂住他的嘴，别叫了，每次盛琦这样叫我都十足心虚，更别提现在这种令人摸不着头脑的状况。但他却在我掌心印下一个吻，那还是叫你娇娇，我依然心跳不止。你为什么要叫我娇娇？你以前不是很讨厌我，还是你觉得我救了你，所以做表面功夫？盛琦挑眉，脸色变得有些不好看。你觉得我是在装，不是吗？盛琦翻身下床，郑重其事地看了我一眼。唐娇婉，那你呢？你从前不是也对我爱答不理，为什么会在我危在旦夕的时候选择救我？你当时在想什么？我闻言一愣。是啊，我当时在想什么？我和盛琦水火不容，难道他死了不是让我眼不见为净吗？我为什么要救他？盛琦背对着我，动作急躁地穿着衣服，似乎心情差到极点。唐娇婉，你没有心，你见过我除了你之外还跟什么女的说过话吗？我说的话不好听，只是希望吸引你的注意力，你总是跟其他人谈笑风生，跟我说话就像吃了枪药一样，我也会局促，也会茫然无措。另外，我只是想证明阿奇对你好，盛琦同样也会做到。他扔下这几句剖白，头也不回地摔门走了。我坐在床上，脑子还有点发懵。盛琦说这话什么意思？吸引我的注意力？他难不成喜欢我？盛琦的那几句话让我翻来覆去想了一整日。还有他那个直击灵魂的问题，我当初究竟为什么救他？路见不平，还是真的不希望他死？我想了想，其实是偏心。盛琦在我的心里一直都孤绝冷傲，但他有勇有谋，胸中有沟壑，没人比他更适合坐在明堂上指点江山。我愿意看他一生都被众人簇拥，甚至愿意俯首称臣，为他开疆拓土。在我和他每一次不愉快的见面背后，都藏着我隐秘的崇仰和敬畏。只是从前我一直不愿意直面内心，刻意的忽略了这些。盛琦变成阿奇之后，他坦率而真诚，不再像四面楚歌的太子需要用冷漠的外壳武装自己，不再需要言不由衷，所以给了我靠近他，与他亲密的机会。换言之，我对他的动心并不全然因为他是阿奇，归根结底是因为我把9天之上的盛琦拽下人间而产生的不为人知的欢喜。我没法否认，我动心的对象其实是盛琦。想通了这些之后，我入宫去找了他。入宫之前，我便听我哥说，那位北疆小国的公主已经被遣送回去。盛琦驳回了和亲，要求以每年的朝贡来维持两国之间的关系。深夜的东宫静谧无声，唯有书房点着灯。我悄悄地走过去，只见盛琦正皱眉在看一些公文，烛火摇曳，映得他眉目冷厉。阿奇，我轻轻地喊了他一声。盛琦倏地抬头看向我，娇娇，我抿唇，白天的事儿是我不对，我说话重了，你别跟我计较。这还是我第一次跟什么人委婉地表达歉意，有些扭捏，还有些不好意思。盛琦看了我2秒，倏尔轻笑一声，然后抬手把我拉进他的怀里。娇娇，你我之间用不着道歉，你不用在我面前伏低做小，你做自己就好。我眼神飘忽，你之前问我当时为什么要救你，我想了一下，只是因为你是盛琦，所以我愿意为你涉险，叫你阿奇也是基于你是盛琦的基础。我之前说的话违心了。盛琦沉沉地看着我，娇娇，这回全是真心话吗？我认真地点了头。盛琦勾唇笑了，他抬手把桌子上的一个精致的木盒子递到我手里，我打开一看，竟然是玉玺。我愕然看向盛琦，他却轻轻地凑过来亲了一下我的嘴角。娇娇，往后这天下是我的，也是你的，阿奇永远守护你。我眨了眨眼，心窝沦陷，过往一幕幕都在我眼前划过，全都凝结成眼前人的模样。我爱他，敬他，也拥护他。阿奇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也爱我。哇！谢谢观看，按赞和订阅是给我更新影片的力量，谢谢。